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to stay. 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日子来到2026年3月4号，我们的智博团长已经来到线上了。那我们直接欢迎智博团长来为大家开讲。好，智博团长请。各位伙伴，大家晚安，大家好，新年快乐啊！又来到新的一年了哈。那今天呢，我们持续的来讲《丛林奇谈》不可思议的红花这一篇呢是我最喜欢跟孩子们讲述的阶段哈。那红花事实上小朋友他们如果已经事前预习过了，大概也都知道了哈。但是身为团长的我们要讲这个的红花我希望在故事之前我先带入所谓的红花。那因为小孩子们他们都知道了那所以说我都会额外的在提出了一些关于火的一些渊源。那事实上这个火是离不开了我们人类的生活的所以说是相当重要。那讲到这个火红花，那我们一般的家庭的家长都不怎么喜欢让孩子们去接触这个火不管是瓦斯也好啦，或者是烛火也好啦，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因为真的都很怕发生意外。那所以说身为我们童军，那我的认为我们童军应该更早让孩子们早一点熟悉所谓的火让他们更认识它，来杜绝一切的危害或者是意外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童军在户外活动或者是在野外生活这个火也是一样离不开了我们所有的童军活动里面的要素那我也时常在讲让孩子们多了解，反而可以杜绝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来发生那我通常会在这一篇故事之前，我都会先提先让孩子们了解到说，我们家里面大概有哪一些的火那是值得自己应该去注意、去了解、去认识的比方上来讲小孩子们天天可能在家里面也有看妈妈在煮饭菜。那不管我们的家庭是用桶装瓦斯还是天然瓦斯这两大类煮饭，那我们可以问孩子们，你看到瓦斯上的火的颜色是什么样的颜色？这里面有没有团长可以回答我？我们家如果是用天然瓦斯的那个瓦斯炉打出来的火是什么颜色的？有吗？有谁可以回答我吗？蓝色。蓝色的那我们再来就是我们在用打火机打的火打出来是什么颜色的？红色。大概就是红橙色啦也可以讲偏黄好，再来的话孩子们可能也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些家庭有一些习惯也需要祭祖或者是拜神明拜拜，我们在烧那个锡箔纸金纸，它所燃烧出来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有没有人认真看过？你们家有在拜拜红色是红色对。好，这里面我大概我可以提供大家就是说我们的瓦斯通常的话来讲的话是所用的天然瓦斯的话来讲的话用的是甲烷那我们的打火机的话来讲的话是丁烷
哦。那这些的差别性很大哦。天然瓦斯它是用气体的方式，它比较轻。那桶装瓦斯包含我们的打火机都是属于桶装瓦斯哈。这个话来讲的话，它所用的话来讲的话是，丁烷或者是丙烷哦之类的哦，它所打出来的火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哦。那它是属于液态的哦，你看我们打火机就知道了哦，它是水性的嘛哦，包含我们吃小火锅上面卡式炉所用的罐装瓦斯，那些都是填充加压的哦，那都是水性的哦，我们叫做液态瓦斯。好，那这里面的话来讲，我刚刚有讲到金箔哦，金箔的话来讲的话，事实上那个纸是其次哦，最主要是烧那个金哦，金箔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金箔的这个部分的话来讲的话，所烧出来叫做七彩色哦。我们都时常都这样，在拜神明的时候，我们都在讲说，让神明可以发豪光万丈哦，然后神威显著。事实上，烧那个金箔是很重要的哦。那个金箔所烧出来是七彩色哦，是七彩色哦。那所以说，有人说烧金补神明的金身哦的发豪光哦，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所以说，让孩子们去了解说，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哦，烧了这一些金子哦，事实上它的意义由来是在哪里哦？而且让孩子们多了解哦，什么样的瓦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它所烧出来的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一种火它的最高的燃点可以到哪里哦？比方上来讲，天然瓦斯的话来讲的话，它的燃点比较低。好，桶装瓦斯的话来讲的话，它的燃点会比较高，哦，会比较高，因为它是液态，好，所以说它的燃点的话可以维持在1800度以上哦。那像这一种尝试我们应该都可以无形之间利用我们童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去告知孩子们哦。所以说在讲到这个火里面，应该是让孩子们真的是可以去多认识它。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事实上火这个东西，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掌握它哦，然后可以去防范它哦，这个也很重要哦。我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妈妈曾经有一次煮鸡酒哦，煮鸡酒，那大家都知道哦，那个鸡酒的话来讲的话，应该要倒米酒，对吧？哦，倒米酒，那最后面的那个程序的话倒米酒，一倒进去的话，它的整个那个烧酒鸡那个汤面就会着火冒起来。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哦，就是冒了太大，因为说实在也加太多哦，那水又滚，那结果溢出来，然后那个火那个燃火结果说实在就溢出了哦。我妈妈真的是蛮厉害的，她就马上把她的围裙拿起来盖，然后那个火就灭了哦。这是我小时候对火第一次感觉到可怕的那个印象印在我脑海里面。还有再来就是这个火我不晓得每一个家庭是不是都会去防范它因为一般家庭可能都不会去准备什么灭火器或者是相关灭火的一些工具器具。我感觉说实在无形之中的话，我们也要在我们这样的童军教育里面让孩子们有一点观念，也希望说在家庭里面的话来讲的话，去准备而且的话要时常让家里面备有就是储水的习惯不管多还是少，一定都要有都是可以以防万一的好，那故事的一开始呢今天它的开头就是红花到底是什么那毛克利呢，事实上他也是百思不解请着头思索了一会就是知道
哦，因为他也曾经潜入过人类的村庄里面，他大概也知道说人类黄昏的时候，接近晚上的时候呢，在那个屋内呢都会出现了一种光源那他大概也知道说这个光源就是所谓的这个红花好，那所以说呢，毛克利他是有印象的，而且呢，他勇气非常的十足因为呢，他即将要去摘取这个红花那巴西拉呢，他觉得毛克利就像他的孩子一样非常赞赏他的勇气觉得很高兴。那红花呢，在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都是用油盏灯油盏灯，所以说有的是装在那个小壶子里面小壶子里面，然后呢露出来钉那个灯蕊嘛然后呢点着了然后呢要去摘它的话就必须要好好的怎样保护这个火不熄，而是可以让它携带的回来到森林里面的所以说怎么样的话去保存它，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这个红花呢要带呢真的是要相当的费尽心思不像我们人真的实在太厉害了因为说实在都知道是怎么样的话来用火比方上来讲那时代的人大概没有所谓像我们现在的电灯也没有什么手电筒之类的，那所以说就发明了所谓的火把灯笼或者所谓的烛台或者是我们曾经也有看过野外求生的话，也有所谓的那一种那个叫也是用竹子然后去做成的，然后挖空，然后里面塞可燃的应该想说是棉絮吧，或者是比较够耐烧的那些柴，然后塞进竹筒里面，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引火棒然后只要拿出来的时候，说在嘴巴再吹一吹，它就冒起火来的我相信说在大家如果有看过一些古装电影应该也有看过所谓的那一个蓝莓桶火折子火折子对，它的名称就叫火折子慧芳老师说的对。好，那毛克利呢，他心里面在想我一定会照办而且呢毛克利呢环抱的意思就是说稍微抠住巴西拉的脖子那就亲切的问巴西拉说，巴西拉那你真的认为血汗会来杀我吗？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巴西拉也义正言辞的跟他说，这是真的我也没必要骗你那所以说呢巴西拉呢真的是蛮护犊子的因为毕竟难得的学生天才的学生嘛然后呢他们真的是所谓的亦师亦友那相互的这样子的一个共妙的一些关系那所以说呢真的是很爱护他，那也希望毛克利不要出任何的意外伤害等等。那毛克利呢听了老师的这样的话之后，心里面也在想好，那我一定呢要先把他杀掉一定要先杀掉他因为呢人家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那我觉得了既然都已经知道这样的一个消息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信号了真的自己都要自立自强那所以说呢真的要先下手为强了那毛克利呢心里面呢真的都下定了决心然后呢所以说呢他就真的鼓起勇气真的准备呢跟血案拼了那巴西拉呢都是
感觉非常非常的满意了哈，也自云自语哈，然后呢自己也是深思哈，就趴在这个草皮上呢然后呢用他的舌头呢带刺的舌头呢舔了他硬邦邦的的那个脚底。那为什么会说他舌头带刺可能大家真的都不是应该都很了解因为猫科的动物绝大部分的话来讲的话，他们的那个舌苔真的跟一般的比较不一样那所以说呢，就有如刺斑的情况所以说书里面也讲得非常好尤其是猫科的动物，他们都会时常整理自己的毛所以说他们用他们舌头自己舔。那因为有一点倒刺，所以说他就舔刷它的毛之后的话来讲的话，都几乎会把这些毛吃进去那就会阻碍了它的胃食道那就变成了会造成胃食道的那个堵塞所以说像我们居家养猫的话来讲的话，都会准备所谓的化毛膏或者是猫草之类的让猫呢来吃，然后来帮助它怎样呕吐然后甚至说是在好排泄它这些毛然后让它呢食道呢保持通畅那我们书里面的话，这一点就讲得非常好因为说实在，我们也可以提起，让孩子们知道说，如果他们家有养猫这种宠物的话来讲，应该要多注意它这一些所谓的消化器官，因为毛的关系所产生的顺便告诉他们一些所谓的这些饲养宠物的这些常识。那毛克利呢跟巴西拉讲完之后，他就飞速的回到他的狼洞里面去那此时此刻呢，已经是傍晚时分了那他就站在洞口然后呢俯视着我们整个一个环境溪谷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那毛克利呢，他妈妈呢看到了就问了毛克利毛克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朗姆呢下课啦拉克夏才对然后呢从洞口呢从洞里呢走了出来就问毛克利说妈妈呢年纪也大了那也很少外出一天到晚呢就是帮你们守家就守住狼洞等着你的狼父等着你的狼兄弟们跟你回来那不过呢协汉呢已经放出了一些坏话假如呢你知道都不要太在意但是事实上毛克利他是知道的，因为巴西他已经有告诉他了他也很怕他自己的狼母狼妈妈很担心结果呢他心里面在想说他想去摘红花的这件事情一定不能告诉他的妈妈因为呢妈妈呢可能说实在真的会非常非常的担忧，而且甚至会阻止他所以说呢他为了不让妈妈呢担心呢，他就想说先瞒着妈妈好了那但是呢心里面呢的良知呢又过意不去那只好呢先隐瞒住先隐瞒住就口是心非了一下了那在这一点里面，如果我们告诉了我们自己团里面的孩子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应该都是要可以稍微再缓和一点缓和一下，或者是再铺陈一下，然后来告诉孩子，因为我们幼童军就是诚实第一嘛那当然也包含我们童军了那所以说
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哦。但是他想去做这件事情，那必须要去冒这个险哦。那都很怕妈妈破坏了他原本他心里面的计划嘛哦。那所以说，就是两拨千斤吧哈。就跟妈妈讲说，我等一下哦，我过一会，我什么时候，然后我想去到人类的村庄里面去一下，去干嘛不说哦，去干嘛不说哦，然后呢，也没有告诉妈妈确定的消息嘛哈，时间嘛，然后就一溜烟，马上非常迅速的就窜进去那个草丛里面就一直朝着人类所居住的地方来怎样快步前进那也一直跑着就对了那但是呢，南姆发现的时候就一直呢大声的呼喊毛克利因为妈妈知道什么。毛克利是要去人类的村庄一下而已但是去干嘛不知道。但是他还是当妈妈的，当然都是这个样子啦都是护子亲切心切。然后呢，他就这样一直喊着不管怎么样喊，事实上毛克利有听到，也会装作没听到吧还是一样很快速的就离开了。就离开了他的家他的家就快速的奔飞了好，那跑呢就跑到了一条小河的旁边然后就慢慢的停了下来然后他就隐隐约约从上游呢传来了一阵阵很凶暴的叫声他就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就是发出来他就在那边嘀咕了一下就是在那边稍微判断了一下然后呢静心的想了一下，原来是我们的狼群在打猎的声音一群狗如果都在一起的话，在咆哮的那种画面那种叫声真的是很壮观的非常非常的那种声音是不可小觑的真的很多只狗一直叫的话而且是群体在叫的话，那一种声势真的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好，然后呢，他就浅尝搬开树枝，然后呢再仔细的去听原来呢他们正在追逐的鹿而且呢可能还是一只很大只的一只鹿然后呢毛克利呢虽然也太远了看不到他们有多少的群就是我们狼群的兄弟姐妹但是呢能确定的就是这只鹿呢真的是可能很大因为以他们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围攻方式追逐的一个方式的话可见一定是非常大，而且可以追这么远的地方那追赶的这一只鹿呢真的是非常的矫捷让他们真的可以满身满谷的这样子跑，这样追逐那结果毛克利又听到了一声凄厉的惨叫。这个惨叫声可能是哪一个被杀了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呢他们呢逼的这一只大鹿呢真的已经逼到绝境了
变成了这次大陆呢，它就变成了一种怎么样？可以讲说，已经到了那种已经奋不顾身了哦，已经当做那一种视死如归的哦，那种应该要怎样讲？那一种非常非常就是拼命的哦，那种拼搏。然后呢，群狼去围攻的时候，然后呢，他就猛一转身倒退，用他的鹿角鹿蹄呢，然后乱踢，然后再加上他的鹿角呢，然后乱顶乱踢结果呢，有一只年轻的狼呢的腹部呢中了鹿角，结果被挖空了他的那个腹部那可想而知那个你看公雄鹿它上面的鹿角，如果真的能戳中顶到一只狼的话，那一只狼受伤的一种情况是一定会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呢，年轻的狼呢，真的被顶了一个大窟窿大窟窿那这种惨叫声可想而知真的如果大家有听到狗的声音如果我们讲到这个声音之后，如果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们说去提出来，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你有听过狗叫声吗？那狗叫的声音又分几种？那如果全团的话，我们的幼童军都坐在下面的时候我们都会我就会一时兴起，我会问他说，如果是狗很高兴的时候，它的叫声是怎么叫声？那如果它是撒娇的话，又是怎么叫声？那如果它被欺负了、被揍了，它又会是什么声音？那有一些孩子们真的有听过甚至他们家有养过小狗的，我就请他说，他会怎么叫？就请他们出来表演一下他们有些都很愿意那我也会告诉他们说，我们幼童军有技能这样只要你能模仿几种动物的声音那得到全团你就出来表演。那全团的伙伴们，如果他们都认为你表演的非常好，而且真的很逼真的话那经过与团长呢审核，那我们就可以颁技能章给你口技技能章给你那事实上也是相同的提高孩子们对于动物的叫声的一种兴趣好奇，我感觉也是非常好的好，那这样的一个惨叫声呢真的发了出来那毛克利又发现了这个除了这只狼以外，全部狗儿这就是全狼他们的叫声的话，好像在缩包围范围那种正式的那一种狼的怒吼的那种声音因为打的是群体战嘛声势一定要非常非常强大然后才能让震慑到猎物害怕人家有一些说甚至都会所谓的吓破胆结果就失去了反抗的那一种意志所以说他们群狼的围攻的话，大概都会用这种所谓的心理战嘛然后呢山谷中呢就响起了这样一整片一阵阵的一种回声。那事实上他是在讲山谷了我认为我们也曾经说是在去过爬过山，然后我们也曾经看过山谷。那真的我们去喊的时候，真的会有回声吗？我理论上讲起来话来讲的话，如果话是树木那一种非常密然后空间各方面的话来讲的话，都有直胚都有直批的话，事实上要有回声的几率真的都不大都不大，除了说是在一定要所谓的山崖峭壁那它有那一种可以回传的那种
所谓的那种硬体物那种才会有回声嘛。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就例如我们进山洞也一样嘛它一定是有一个密闭比较密闭，而且说实在比较有阻挡性可以阻挡这样子，而不是说像树木植皮这一些的话，它们是可以吸音的所以说可见这个山谷的话来讲的话，就是类似一些所谓的悬崖峭壁这一类的好，那这样的一个回声但是呢，又感觉毛克利又感觉好像没有一只狼愿意呢冒死扑上去咬住这一只大鹿毕竟呢这一只鹿呢相当的大以它们的体型来讲的话这个也算是非常非常不可小看的的一个猎物好，毛克利呢心里面想了就话又刚说了到这里然后又听到了阿 K 拉年轻的狼们他们相互之间喊的一个声音他有听到他们在喊阿 K 拉就是狼族的什么就是首领嘛然后呢听到的是请阿 K 拉打吧这些年轻的狼呢一直在喊的阿 K 拉就是让阿 K 拉呢来做这个突袭的动作然后呢也在旁边呢讲那一些所谓怂恿的话就说阿 K 拉你带我们吧，你们教教我们你的本领然后呢我们来看看你扑杀的技术如何。那阿 K 拉你赶快出场吧拜托有些狼呢他们就这样一起群体呢的催促怂恿阿 K 拉呢那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像这种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尤其是像我们人也一样怂恿真的有时候真的是蛮管用的尤其是在这种气氛之下有时候有些人呢也真的都会失去了一些所谓的理智那这个时候的阿 K 拉就面临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像我们人新婚没有就是恋人嘛求婚的时候那一种的话也一样如果旁边围了很多人那你正在求婚的时候然后大家就会一起群涌的呼喊的嫁给他来帮助男生求婚成功，像这种的情况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些狼呢叫的都非常的清楚了就已经传入到毛克利的耳朵里面这些狼呢真的是希望阿 K 拉呢能立刻马上做这个动作那事实上呢这些年轻的狼呢心里面呢打算呢也并不是如此而已而是希望说阿 K 拉呢真的会这样的一个冒险的一个举动呢可能也会被大陆呢给杀死然后呢自己呢可以在自己狼群里面呢重新选举出来新的领袖这些年轻的狼呢他们心里面事实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盘算这样的一个打算那毛克利心里面都在想危险阿 K 拉因为毛克利呢心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担心阿 K 拉他的生命安危那毛克利呢真的心里面真的七上八下的急剧的一叫跳起来突然听到了这样的一声惨叫毛克利断定
猜想，这可能是阿 K 拉的惨叫声。那这是拟人版啊，如果真的是狼的话，又跟狗是一样的话，应该它的惨叫声不是这样的哦。我们来请教一位团长好了，林小德团长好了。狗如果说实在真的被打到被欺负的话，它的惨叫声应该是什么声音？林小德团长，你有没有听过？有吗？林小德团长没声音。那高小德团长呢？你有没有听过？嗷嗷嗷嗷嗷嗷！哦，你的叫声是这样，很好。我希望说，每位团长都可以学一下，应该是被打被欺负的时候，他的叫声应该是很凄厉的哈。应该啦哈。那以各位团长你们的认知，你们可以表演给小狼们听听看，然后再请小狼们模拟一下哦，他们就会更有感觉。而且听你的故事的话来讲的话，他就大概会知道哦，大概是什么声音哦。好，那如果是阿 K 拉的声音，惨叫声音哦，应该是我们学的这样子了哈。好，这一天呢，阿 K 拉呢率了群狼呢出去打猎啊，追逐一只大马鹿哦，大鹿啦哦，不是大马鹿，是大鹿。好，那衰老的阿 K 拉呢，事实上哦，已经精疲力尽了哦，而且呢，那一只大鹿呢，又是这么的勇猛、壮硕哦，真的是好不容易把它包围住了哦。所以说呢，这些年轻力壮的狼呢，也看到了哦，刚刚有一只兄弟哦，好兄弟哦，年轻的狼呢，被鹿角呢一击就死掉的画面出现哦。所以说呢，其他的狼呢，年轻的狼呢，也都不敢哦再向前去扑杀哦，只能呢一直包围着哦，乱叫一气哦，并口口声声的呢要阿 K 拉出阵呢，去跟鹿呢拼死哦，决一死战就对了哦，不是你生就是我亡嘛哦。那尽管呢阿 K 拉呢已经感到说力不从心了哦，已经精疲力尽了哦，体力不支了。那但是呢，他还是想着哦，我身为一个领袖和真的体面哦，所以说面子很重要啊哦，体面真的很重要。有时候我感觉，有时候我们人也是这样子哦，真的都很想争一口气哦。那所以说呢，又碍于他的身份哦，跟他的地位哦，他真的呢由不得他哦，一定要牙紧牙根呢出阵哦，跳出来哦。所以说，真的要当一个领袖，真的也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当的啦哦，也不是随便的狼啊都可以当的啦。然后呢，阿 K 拉呢心里面也嘀咕着哦，也许呢我会死在此役哦，他就是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内心话跑出来哦，告诉自己哦。好，那阿 K 拉呢，真的用他最悲壮的决心哦，鼓起他全身的勇气跳了出来哦，然后就猛扑过去哦。但是呢，年轻的鹿又是大鹿，又是这么身手矫捷的鹿，对吧？哦，真的鹿是非常敏捷的哦，大家也都知道哦。然后呢，这只鹿呢，身体呢一转哦，躲避了阿 K 拉的突然袭击，然后同时呢，用他的鹿角呢，使劲的往后踢，结果真的是踢中了阿 K 拉哦，事实上，角蹄性的动物的话，它们就是两大法宝而已。一个的话就是头上的角，然后跟它脚上的蹄哦，不管是牛也好，鹿也好哦，这些呢蹄类的动物呢，
真的他们的武器就只有这样而已，但是他们的力量呢，他们的后踢力量真的是非常强大的哦，尤其是马后踢哦，大家都听到过这样的一个词语哦，被马真的踢到真的是没戏嘛半条命啊，不死也半条命啊，可见是非常严重的哦。在那一霎之间呢，真的毛克利的就是听到那一声声音啊，惨叫声，那一种声音哦，那种声音哦，哀叫，真的是会完蛋呐！真的是会完蛋。阿 K 拉真的说实在就命悬一线了命悬一线了。那毛克利呢，也会因为这样子听到阿 K 拉的产生呢，就过分的紧张结果他扳住的那个树枝，结果就被他给折断了然后呢，他也不想这么多了，不想那么多了，就拔腿呢朝向了河流的下游呢，朝着村庄一直跑了一直跑了。但是呢，他那一种阿 K 拉的那种呻吟声然后跟群狼们他们的那一种吵闹声渐渐的呢也都听不到，因为他真的就跑很快嘛他就是想说赶快脱离现场嘛那还是要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要紧然后跑着的摇头晃脑的就不能相信了也不愿意啦然后去面对然后刚刚他所听到的这种惨叫声真的是很想从他的耳朵里面把它挤出来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事实那巴西拉也有所讲曾经告诉他真的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了已经真实的发生了毛克利呢边跑还喃喃自语的说，年轻的这样的狼群的这一些受到了血汗的煽动都希望呢阿 K 拉呢今天呢带他们呢出猎打猎去遭受到不幸阿 K 拉真的是上当了阿 K 拉真的是上当了，而且呢现在呢被大陆呢踢到受了重伤，也许呢这些年轻的狼呢也一直会围攻他然后呢将他呢慢慢的活的帮他欺凌致死然后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情况毛克利心里面就一直在嘀咕的这些然后接下去呢再来就是他们也会对付他自己就是对付毛克利这些反过来之后就会轮到他了然后所以说呢毛克利在想真的想杀我可没有那么简单毛克利不愿意坐以待毙就对了所以说毛克利呢他心里面他就这样有的一层的思绪的而且坚定了他的信心跟决心他一定要去拿到红花摘到红花。好，毛克利心里面在想，好，等我呢明天呢就跟你们决一胜负只要我把红花摘到手哪怕这些家伙呢这一些家伙是指狼，不管是几十只或者是几百只，我们就走着瞧吧毛克利就是这样想的那阿 K 拉的悲惨的下场呢，年轻的狼呢和邪汉呢的可恶使得毛克利呢真的悲愤交集热血沸腾为了祈求不可思议的红花呢，他还是持续的向人类的村庄继续奔跑着那这一篇呢事实上已经呢在前头的话大概都已经有铺设就是铺设过这样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情景啦因为巴西拉或者是棕熊伯鲁大概都有跟毛克利呢预告就是预告过提醒毛克利待在森林里面他的危机在哪里那所以说呢这一篇不可思议的红花呢就是要告诉毛克利真的要有能自保的一个方法当然小狼们我们的幼童军们，我们要告知他们真的有时候防范自己被伤害或者是被欺负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的求自保在这里面的话，反而我们要告诉孩子们呢是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重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孩子们上学在学校里面真的不要被霸凌然后懂得保护好自己这一个我也希望说在这篇故事里面也是有这样的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重点那就看各位团长们如果真的在传奇会的时候可以讲到这个章节的时候，真的可以广泛的去运用它，而且呢，可以在这里面的一些引述提醒里面来转介给孩子们多一点的认知这是这一篇故事里面我觉得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而且这里面的话可做的游戏或者是我们幼童军的歌曲也很多尤其是我刚刚开始开讲的这一段，什么是红花这一段，那如果各位团长可以好好的去准备，甚至可以准备一些材料，然后也可以在我们团旗会里面做有关于这个火源如何利用打火机或者各方面演示给孩子们看，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好的，这不外乎也是提升小孩子所谓的有吃带着走的能力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在边说边教，然后边实作真的是例行我们童军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原则原理然后去把它好好的传扬下去那以上呢大概就是今天这一篇这一节段的的讲述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指教，谢谢大家感恩。好，我们谢谢智博团长今天精彩的分享。那我们各位现在先来合影，待会就开放 Q&A 给大家跟智博团长这边做交流。好，好，大家镜头都开了吗？拍照喽！3、2、1 ，OK， 好的，拍张，好，感恩，谢谢大家。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